这座镶嵌在山崖峭壁间的寺庙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灵丘县，它就在灵丘绝山寺的后身。看完这间寺内的造像后，我突然想起了善化寺三圣殿中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奇特的手势。当时我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手印，到了这边才知道，原来二位菩萨的手势和佛教的各种手印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言归正传，之前我们在灵丘县看完了绝山寺和砖塔之后，我发现在山崖峭壁之间似乎还有一座寺庙，这种位置的寺庙太特殊了，平时在旅途中很少看到，所以决定上去看看。上山的路是一条专门的木栈道，非常好找，而且寺院这边生怕你走错了，专门在道路两边挂满了彩旗，这可不是一般的彩旗，上面还有佛像和梵文呢。中途看到一处青龙入水，爬上去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这样的青龙入水。看完我们该往上爬了，刚才用无人机看，感觉山也不高，路也不远，轮到自己走的时候，累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快到终点的时候，还发现了一块倒塌的石碑，看年份只能认出一个康字，正文中有大清二字，推测为康熙年间的碑。看来山间这座古寺的始建年份是不会晚于清朝的。这里多说一句，除了这块碑之外，我查不到任何关于这座古寺的资料，所以后边只能根据经验猜测。此处古建的外形一眼明清风，而且屋顶多用黄琉璃瓦，难道是赤建吗？感觉不像。山下那么著名的绝山寺都是大和尚自己筹钱建的，这边就更不能是赤建了，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早期的建筑荒废掉了，我们眼前看到的建筑都是清朝灭亡之后重建的，这时用黄色琉璃瓦就再也不怕月制了。言归正传，我们绕过这块石碑，回归正路，终于一路来到菩萨顶的入口。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灵丘县的绝山寺后边山上的一个悬空小寺啊。这个和大家认知里的悬空寺不一样，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菩萨顶的山门上有一个琉璃宝瓶，门上还有2个门簪。走进去之后，发现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硬山顶水泥砖瓦房，都没有开门，很明显这都是新时代建筑。中间的大屋子也是大门紧闭。现在沿着这个很陡峭的楼梯一路向上爬，抵达2楼，首先能看到一座四角亭子，亭子上附黄色琉璃瓦，屋顶为十字歇山顶，上有宝瓶，瓶内还有一个大钟。亭子前的建筑也是一座清代画风建筑，这里边供奉的是一尊木雕弥勒佛，旁边像是个住宿区，而且装饰非常世俗化。越过此殿，前面还有一座亭子，和前面的亭子基本相同，但亭子里没有东西，要是补上一面大鼓就齐全了。看完2楼，我们继续向上走，能在右手边看到一个供奉韦陀菩萨的小龛，旁边的圆洞上写着花开见佛椅，但不知它通向何方。现在我们奔向正殿，右手边的耳房供奉的是药王菩萨，左侧没有耳房，但地上有一个小龛。现在我们走进殿内，能发现这边的壁画全都是崭新的，内容则是观音菩萨主题。殿内供奉的是3大士，中间是观世音菩萨，左斜侍卫是文殊菩萨，拿着形似如意的法器，右斜侍卫是普贤菩萨，手里则拿着华严经卷。看过我善化寺视频的老粉应该记得我当初说过，善化寺三圣殿里的金代文殊普贤造像，那个手势我无法理解，但现在就好理解了。善化寺的文殊菩萨手里应该也有一件如意型法器，而普贤菩萨手里应该也有一件华严经卷，只是岁月太长遗失了而已。毕竟造像的工艺以及所用的参考资料都是一脉相承的，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变化。至此心满意足，准备下山，但发现这一侧还有一小片建筑没看，那就一路过来，顺着这个洞往上爬。楼梯很陡，我是手脚并用才爬上去的。绕过去之后，发现这里边居然是一尊地藏殿，主位供奉的就是地藏王菩萨。殿内的壁画色彩看起来是比较鲜艳的，但画的比较细致，看起来是用了心思的。而且根据目前的观感，壁画和塑像大概率是新的，但石窟可能是有些历史的。再往前还有个入口，我们走进去，发现这是石窟寺庙结合的观音殿，内中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和善财龙女，两侧的塑像则是18罗汉。不过外侧的罗汉数量不够，因为后边还藏了几个，而观音和善财龙女的下方则是2尊小型的送子观音。至此，我们在灵丘县菩萨顶的旅途便结束了。本来这一趟就是打算随便看看，没想到在无意之间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这真是一份奇妙的缘分。不知道在未来的旅途中又能看到多少意外的美好风景呢？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